虽说这家遥感卫星企业是一家被国家安全部门列入管控，并且施加多种限制的特殊企业，但如果买家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且还是大名鼎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一切管控手段都可以完美绕开。再加上企业的老板和股东们早就盼着能够套现离场，所以当听说罗斯柴尔德家族2号人物要来谈收购的时候，他们实现便在线上组织了一场表决，结果无一例外，所有人都赞成出售。于是创始人兼 CEO 立刻开始与自己的合伙人、投资人们商议收购底线。在史蒂夫赶去休斯顿的路上，他们就收购的事宜达成几点共识。如果对方是一次性支付收购款的话，底价可以拉低到30亿美金，只要史蒂夫给的合约在这个金额之上，就可以签协议。如果支付收购款需要分期，且付款总周期超过1年，但没有其他附加条款的话，底价要提高到33亿美金，付款周期每增加1年，就在30亿美金基础上增加上浮10%。如果支付收购款需要分期，又附加业绩对赌以及竞业协议的话，那底价就要从40亿美元开始，而且第一期必须支付20亿美金。大家达成共识， CEO 卡尔·卢卡斯便强压住激动的心情，在办公室内等待史蒂夫的到来。而史蒂夫在抵达纽约之后，几乎马不停蹄地便赶到了休斯顿。原本他可以让卡尔·卢卡斯带着核心团队去纽约见他，但为了对这家企业多一些了解，也为了更好地笼络人心，他决定还是亲自来一趟。毕竟收购这家公司只是叶晨的初步要求，让这家公司稳定可控地为叶晨继续运转才是最重要的。当史蒂夫在一众保镖及随行人员的陪同下来到这家公司位于休斯顿的总部，包括 CEO 在内，所有的高管都在楼顶的停机坪前列队等候。3架直升机先后驶来，由于停机坪只有1个，前2架直升机都是落地带乘客下机之后再重新起飞。2架飞机下来的清一色全是保镖，数量将近20人。第3架直升机落地的时候，史蒂夫和自己的几名助理一起走下直升机。CEO 卡尔·卢卡斯想要上前，但却被几名保镖拦在几米开外的位置。待保镖搜身之后，才被获准来到史蒂夫近前。见到史蒂夫，卡尔·卢卡斯有些激动地说道：“罗斯柴尔德先生，非常荣幸能跟您见面，我是天际线的 CEO 卡尔·卢卡斯，您可以叫我卡尔。”史蒂夫微微点了点头，与他握手，随后说道：“你好，卡尔，我想我来的意图你已经很清楚了，接下来找个会议室，让我们好好谈一谈吧。”卡尔立刻说道：“好的，罗斯柴尔德先生，请您随我来，我带您去会议室。”史蒂夫微笑着迈步走出，一众保镖立刻簇拥着他和卡尔来到了办公楼的顶层会议室。2人来到会议室后，其他高管只能逐个接受搜身之后才被允许进入。卡尔为了防止人多太乱，便只带了2个人参加会谈，一个是公司的首席技术官，一个是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史蒂夫落座之后，便对卡尔说道：“卡尔，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们公司的大概情况吧。”卡尔点点头，恭敬地说道：“回罗斯柴尔德先生，我们天际线一共有将近800名员工，您所在的这栋楼是我们的总部，大概有500名员工在这里工作，我们的服务器也在这里。这栋楼是我们自己的产业，目前市值大概在7000万美金左右。天际线目前一共有29颗在轨卫星，我们与 SpaceX 已经达成合作，下个月还有3颗天空卫星搭车和他们的星链卫星一起发射，明年1季度还有3颗，按照我们原定的目标，明年年内要把卫星数量提升到45颗。史蒂夫问他：“你们现在的重访能力怎么样？”卡尔道：“正常情况下，每天4到5次重访问题不大，特殊情况下，可以对特殊目标实现每天20次重访，不过这也取决于目标的光照时间。我们的卫星属于民用级别里的优秀水平，精度目前差不多能达到米级，但成像对光线需求较高，光线较弱，甚至夜间基本上拍不到什么有价值的内容。”史蒂夫点点头，又问：“
你们目前每天都在拍摄吗？数据也是每天都在更新吗？对，卡尔道，这个让我们的首席技术官给您具体介绍一下。首席技术官推了推眼镜，解释道，我们的卫星在轨道绕地球旋转的时候，会根据预定的轨道对途经地进行拍摄，每一个区域都会进行标号，拍摄也是按照标号的地块进行逐一拍摄，然后再交由后台拼接合成。卫星会根据途经地的光照、天气、能见度来选择是否拍摄。我们 CEO 刚才跟您介绍过了，我们的技术和硬件比不上美国军方的所眼，所以一般来说，途经地是傍晚和夜里的话不拍，多云和雷雨天气不拍，一般是光照好且无云、无雾状态的天气才会进行拍摄。拍摄后的图片会进行自动甄别，清晰度达标的才会获准进入数据库。在进入数据库之后，拍摄的素材会按照时间戳进行封存，等安全部门固定的时效性过了之后，系统就会自动替换之前的图片素材。不过地球表面积很大，我们正常情况下需要至少2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对全球的陆地进行一次合格的全面拍摄。所以我们的数据库也可以给用户提供全球任何一块地表在过去将近10年的时间里每隔几个月的变化。这在我们自己的软件上是付费功能，也是我们自营业务的收入来源。卡尔开口道，罗斯查尔德先生，既然聊到了收入，就让我们首席财务官跟您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财务状况吧。史蒂夫摆摆手，先不着急，我想问一下，安全部门要求你们封存的数据，你们内部能访问吗？可以，首席技术官道，所有卫星拍摄的数据第一时间从我们的卫星直接回传到我们自己服务器的数据库里，而安全部门的要求是我们的数据要进行封存，时效期没过之前不能公开。史蒂夫轻轻点了点头，如果只是要求不能公开，那就还好说，最起码一手数据能够第一时间让叶晨拿到。于是史蒂夫又问，如果我对某个地方特别感兴趣，希望卫星一直紧盯着这里，想来也是可以做到的吧？首席技术官道，可以做到是可以做到，但如果这种需求比较频繁的话，会对卫星原定的拍摄任务有一定的影响。史蒂夫放下心来，买下这家企业就不准备靠它赚钱，能让叶晨用得顺手就是最好的。主要是这些卫星必须在天上不停地转，不然自己宁可所有卫星都跑到叶晨关注的地点上空24小时不间断的拍摄。至于这公司原本的业务算个蛋，1毛钱不赚也完全可以接受。想到这，史蒂夫便看向首席财务官，开口道，接下来就介绍一下财务相关的情况吧。首席财务官恭敬地说道，罗斯查尔德先生，我们天际线目前已经经过了4轮融资，总融资金额为6亿7千万美金，最近的一次融资在去年年初，融资金额为3亿美金，我们去年的年收入为2亿3千万美金，净利润为负的5千万美金，今年还没过完，收入预计在2亿7千万上下，净利润预计为负的1亿美金，这主要是因为今年的硬件投资比较大，稍后我会在固定资产里向您详细介绍。接下来我想跟您介绍一下我们的现金储备、对外投资以及股权情况，如果您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问我。史蒂夫摆摆手，看向卡尔，认真道，我时间有限，太过详细的内容以后让专业人士来对接，我说一下我的收购需求，然后咱们来定个价格，直接推进核心问题，你们觉得如何？卡尔立刻说道，没问题，我们按您的节奏来。好，史蒂夫点头道，我来之前大概打听了一下，有相对专业的人士替我评估过你们公司的估值，大概在30亿到40亿美金这个区间，但你们也知道，估值这个东西很虚的，就算你们估值能到40亿美金，那也只是别人投资你时候的作价，我觉得你们前景还不错，有4亿美金拿来投资给你们，换你们10%的股份搏一个未来，但这4亿美金也不可能让你们揣进兜里，而是放在你们公司账户上用来发展业务的。你如果想揣进自己兜里，那就不是投资了，而是私下里的股权交易。那样的话，
30亿估值都不会有人愿意。说到这里，史蒂夫又道，不过我可以给你们一个你们走到哪里都拿不到的条件，你们的公司我直接按50亿美金收购，这50亿美金我可以直接给到你们25亿，让你们立刻变成实打实的亿万富翁，然后你们所有股东都要留在这里继续帮我运营这家公司。我不给你们额外发薪水，但是我会在未来3年内把剩下的25亿美金给你们。3年期满，如果我还需要你们留在这里，到时候我们再重新商谈条件。你们如果能接受，今天就能直接进入收购流程；如果不能接受，我就回纽约了。这个报价3天内有效，你们叫上其他股东一起商议一下。如果改主意了，3天之内联系我。